你有没有注意过，身边有些人写字、拿筷子，甚至踢球，习惯用左手？他们就是传说中的左撇子。看似只是一个小习惯，但几千年来，左撇子却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。有人觉得他们特别聪明，有人说他们更有创造力，甚至有人把左撇子和超能力扯上关系。那么，左撇子的大脑真的跟我们不一样吗？先来个数据，全世界大约有1/10的人是左撇子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坐在一个10人的餐桌上，很可能就有一个人是左手派。奇怪的是，这个比例一直保持得相当稳定，既没有大幅增加，也没有大幅减少。就像大自然刻意要留住这10%的特别版本。科学家发现，左撇子的确在大脑构造上有一些小差异。大部分右撇子语言功能主要集中在大脑左半球，但在左撇子身上，语言中枢更有可能分布在右半球，或者左右两边同时参与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大脑布线方式比较灵活，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有研究指出，左撇子在音乐、艺术、创造力方面比例上稍微更突出一点。毕竟，当大脑习惯跳出固定路线，思考的方式也会跟着多样化。不过，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左撇子也常常被研究发现更容易有某些挑战，比如阅读障碍、注意力困难，甚至在某些神经疾病上的风险略高。所以，这不是左撇子都是天才，也不是左撇子比较弱，而是大脑在分工时走了一条少数人的路，而这条路有光明，也有阴影。历史上，左撇子还背负过不少误解，在很多语言里，左这个字本身就带着负面色彩，比如英文的 sinister 最早就是左边的意思，后来却变成了邪恶。在古代，孩子如果被发现用左手写字，很可能会被老师或家长强行纠正。有些人因此一辈子都在左手想出来，右手被迫写下去的矛盾中成长。但也正因为少数，左撇子在历史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，像达文西、爱因斯坦、毕卡索、比尔盖茨这些名字背后都藏着左手的影子。难道说，这真的是大脑一路骑兵的证据？到了现代，神经科学的进步让我们更清楚看到，左撇子的大脑并不是优越或劣势，而是不同的平衡。就像我们的世界，不可能所有人都走同一条路，否则就失去了多样性。大脑的多种组合，才让人类在艺术、科学，甚至生存方式上展现出五花八门的可能性。那么，你可能会好奇，左撇子这个特质是怎么决定的呢？基因当然有影响，父母是左撇子的小孩，概率确实更高。但环境，甚至随机因素也会参与其中，就像一场宇宙掷骰子，你在母亲子宫里的某个时刻，骰子落下，决定了你是左手还是右手。这种命运的随机本身就很浪漫。更有趣的是，科学家发现，左撇子在某些运动上甚至能占据优势，比如网球、拳击、棒球，因为大多数人都习惯和右手对战，所以遇到左手对手时，往往更难适应。这也让不少左撇子在体育场上成了隐形武器。所以，左撇子到底是什么？是基因的小变奏，是大脑的另一种布线方式，还是自然界故意留下的多样性保险？或许答案兼而有之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整个人类都是右撇子，我们可能活得更整齐，但也更单调。而左撇子的存在，就像宇宙悄悄告诉我们的一句话：别忘了，世界需要一些不一样的思考方式。最后，我想留个问题给你，你觉得左撇子之所以特别，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真的不同，还是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少数所带来的神秘？也许答案不在科学里，而在我们怎么看待不同这件事。